注意看，比赛刚开始，妖刀魏睿就惨遭老外无情3连摔，如此尴尬的一幕使得魏睿愤怒不已。重新起身之后的魏睿眼神愤怒，霸气还击，直接临门一脚将这个嚣张的外国选手踢晕过去。这是魏睿首次在中国香港参加比赛，此时此刻的魏睿已经长达2年没有比赛，一直在台下默默付出，培养中国新一代人才。没想到刚刚复出就遭到了荷兰泰拳王布韦的指名挑战，并且上台之前，魏睿就已经被认定为绝对会被 KO 送走。要知道，魏睿可是战胜过无数外国顶尖高手，相信今晚也一定会如同往常那样越战越勇，连战连捷。好了，废话不多说，让我们看看今晚2位选手的表现如何。第一回合开始，红色拳套就是中国选手魏睿，蓝色拳套就是荷兰选手布韦。没想到比赛刚开始，魏睿就会落得如此尴尬的处境，向来都是魏睿摔倒别人，这次却是布韦不停施展摔法将魏睿击倒。虽然魏睿表面平静，微微一笑，可是实际上正在寻找机会一击毙命 KO 对手。跑去打 MMA， 但是呢，他结果在 MMA 比赛摔出别人，被人家背后裸脚。魏睿要特别小心。这个荷兰选手真的是特别会摔，除了会摔之外，他的还没讲完又摔，真的是他的近中远的拳腿膝技巧相当的全面，真的是有点经典式的教材啊，摔跤的教材，还有一个飞膝。所以今天魏睿上次躲过了加拿大选手波球拳馆加拿大选手丹尼斯的重击，但是呢，今天对上了这位荷兰选手，能不能全身而退呢？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又要被摔，哎呀，还好。魏睿身为日本 K1 前任世界冠军，自然在整体技术丝毫不会输给布韦。相反，魏睿还在进一步的进行游击战术，这么做能够更好的干扰布韦的战术节奏。布韦最擅长的内围摔法，只有进入内围才能施展，所以比赛上才会发生你追我跑的局势。当然，并不是魏睿害怕对方，反而魏睿才是最占据优势的一方。现在魏睿开始有所防备，防住了他的膝跟做摔的企图不然老被摔真的不行。那能不能有办法反摔呢？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魏睿现在要做一些散打的顺摔，但是呢没抓到他的脚裁判反说你这种摔法是不行的。那目前呢，国内观众认为魏睿是颜值颇高的一位选手，蛮有希望的。踢到了裆瞬间终止。一裆还一裆，哇！这个不是英雄惜英雄的表现吗？好，魏睿深呼吸之后，想不到布韦这家伙的抗击打也如此优秀，无论魏睿如何精准命中，打在布韦身上都是一副不疼不痒的感觉。当然，这场比赛还是以比赛点数为主要目标，魏睿只要持续的输出，打出精准命中，布韦无论如何抗揍都会在比分上落后。毕竟在拳法上，魏睿已经开始控制主导权。非常的响亮。那我们这个蓝方选手他就做一个甩摔的风踹，踹到了，还好踹到了魏睿的髋骨，没有踹到肋骨。目前魏睿被摔过几次之后，大概比较熟悉对方的一个节奏跟他的企图，那接下来就可以专心的攻击。有被摔，刚讲完还是被摔了。魏睿也玩得很开心啊。比赛来到第2回合，魏睿精密的防守反击使得布韦抓耳挠腮，而且布韦的内围战术也在此刻彻底失去了作用。无论是内围拼拳还是中远距离，魏睿都拿到了优势，这就是魏睿能够在世界擂台保持连胜的关键因素。一直尝试摔法的布韦决定改变战术打法，开始以腿法为今晚的主要进攻战术。好，为了做了一些针对性的训练，还没有完全发挥效果。那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荷兰选手他的高扫踢其实是可以连发的，所以待会魏睿要小心一点刚一摔没摔成，立刻连续动作再一个袭击，这是一个蓝方选手高杆的地方，动作非常的多，让魏睿有点吃不消。蓝方选手招式变化多，落点多
而且有时候啊，你在忙着抗摔、忙着做一些平衡的时候，对方又会接着转变招攻击，终于被推走了。好，这个前手自剪掉后脚的扫踢。目前蓝方选手打的有点凌乱，那希望呢瑞瑞能够好好找到空档，给予致命的一击。好，刚刚魏瑞打一个防板，那边进入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布伟与魏瑞貌似都打出了火气，但是布伟这家伙纯属有点恼羞成怒的成分。毕竟拼拳打不过魏瑞，妄想摔法却无法彻底逼近魏瑞的内围，这就导致魏瑞的比分持续增加。接下来的比赛要看布伟如何应对。其实接到腿，对方如果抗摔的话，我们还有一次扣住重拳的机会啊。所以变招迅速啊，往后倒。那裁判在开始盯啊，我们这个蓝方选手的箍颈。刚刚蓝方选手做了一些变化，摔不成就变成往后场的重拳。那魏瑞啊，现在开始要采取一些防守反击啊，往后稍微退一小步，然后再向前进攻。蓝方也是往后退一小步，但是向前进攻步伐蓝方没跟上。蓝方其实他的步伐并不是十分的好，而且他要向前追击的时候，他重心不对，有点太过偏前面啊，这是会有比较危险的地方。步伐要跟上，步伐要跟上自己的重心，自己的重心不要跑到你脚的前面去，失去平衡。被魏瑞反击，但是呢，刚才蓝方又打一个防反击。最后一回合比赛开始。那刚刚，哇，好漂亮的一脚！听到“啪”的一声，全场欢声雷动。这个高边腿真的是太漂亮。最后公布比赛结果，魏瑞实至名归，赢下了比赛最终胜利。大家认为魏瑞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